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26号，星期四。今天出来的晚，今天我得少跑点，好难受啊！我跟家属的形容就是把平常一周的感冒的病程浓缩到了3-4天。那今天说话还是有点哑，就过程是这样的：周一中午打了一针之后，周二跑完步回来，嗓子就开始疼，疼了一天。昨天早上起来嗓子就不疼了，但是有那种就呼吸道的不适感。然后昨天白天有些低烧，之后就是浑身的肉疼，主要集中在2个肩膀、后背，就是经常我们感冒发烧肉疼的地方。我一度以为我新冠了，测了一下并没有。然后到昨天下午，昨天早上起来，其实说话声音就变了，鼻音特别重。今天还是，但是感觉比昨天好一点。今天早上起来呢，那些症状都消失了，开始就是有痰、流鼻涕、鼻塞。我估计明天就好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我的理解啊，因为我不懂医学，就是随随便便各处听来的，有懂的小伙伴可以科普一下。它就是一个叫什么免疫风暴，自己在跟自己干。我昨天一查，我头2年原来在北京我也每年都打，只有去年没打，因为去年要打那一天我出不去小区了，去年没打。之前都是打的3价的。而且我不太懂啊，也有懂的小伙伴可以科普一下。就原来说每年都要接种，一方面是免疫力就是抗体的就是量，还有一方面就是每年流行的流感的毒株可能不一样。那这个今年流行什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不知道，还是说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也不一样？这边昨天回来看打的是这边的4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有那种我身体第一次接触的那种新的病毒造成的。这反应也太激烈了，我就说这要这么难受的话，那还不如病一次呢，不打了，真挺难受的。行吧，今天咱们回评论啊，看我准备的不多，少说2句话。今天就跑几公里，我就回家带大家转转这边市区里，就也不能叫市区里吧，就这周围生活区，好吗？这应该是第一次拍这条街，这边这个地名特别有意思。这一片刚才我后边这一片叫松屋町，松树的松，屋子的屋，町呢就是这边一个小的街区的一个单位名称。你要再看这边呢，叫瓦屋町，就是房顶那个瓦。还有一片叫玉屋町，他跟家属开玩笑说，这越来越升级，先是木头的，再是瓦的，然后就是玉的。这一片好多华人在这边生活和做生意，有餐厅，有中华物产，还有韩国人，所以好多民宿集中在这儿。我看好多特有钱的这个华人在这儿经营民宿，那一栋楼新的，从里到外都是新的，买下来的，就专做民宿。这一片其实离新斋桥特别近，你们跟着我镜头就能看到。我前边跑出这一片就是大阪近铁日本桥的那个车站。
这没有2天就北马了，对吧？或者这周末的马拉松了。我就说，幸亏我的那场马拉松不是这周末，是下周末。但是下周末我估计也有影响。这次我看我那个马拉松的路线就是在河边，你们看没？这是瓦屋了已经。所以就看看风景，家属也去玩一趟。这次这个全马真的不拼了，就匀速跑下来。我得学学老哥的心态，就多参赛，别把每一场都弄得那么紧张，调整心理。第一位小伙伴说，新手手表给他预测的马拉松可以破4，首马，要不要相信？我觉得您还是得量力而行，因为马拉松破4其实不容易，5分40的配速跑42公里。关键不在于您能不能跑5分40，关键在于您跑5分40到最后的15公里或者是17公里，您会不会掉速，会不会抽筋儿？其实大多数人马拉松后程抽筋儿或者崩，和前面跑多快跑多慢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你没有这个耐力能力。反正我当时是这样。所以我建议就是您可以试试，您就按照5分40起跑，看能跑到什么时候。您要是跑到38公里还没崩，您这时候心里想的千万别想冲刺，您就想着我要稳住，见好就收，一般都没问题。想冲刺的可能就不行了。下一个，昨天我跑的阈值训练，阈值的定义是什么？是看心率还是看配速？我个人认为是看配速和体感。首先，您看阈值的配速对应了各种比赛的成绩，有那么一个表。比方说，全程马拉松2小时40，跑阈值是多快？大概是3分36，好像啊，我可能记得不准确。像那个表有好多对应的参考项，比方说有对应您最大摄氧量和阈值的，这个就完全不要看，因为您的最大摄氧量手表给的基本都不靠谱，就看配速的。或者我还有一个小窍门，就是比方我现在我就看240的，因为我要跑到240了，如果我达不到那个阈值的能力，那我就跑不到240，您说是吧？但是我可能差一点，336我可能不能作为我的阈值，它要比阈值稍微的强一些，我可能是338。所以你们看，昨天跑了337，我在向这个方向努力。我觉得这是个对普通人来说的小窍门。或者说，也有用半马成绩来衡量的。您的半马想跑到115是多少，120是多少，然后您结合自己的情况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看体感怎么看呢？就像昨天跑完我说的，就是阈值是什么呢？阈值是介于行与不行之间，稍微偏向于还行那么一点点，就是你这个速度下跑，你不至于就完全就坚持不下来，能坚持，但是呢比较辛苦，而且呢超过10几公里16公里吧，如果训练有素的话会非常艰苦，可能坚持不下来。这就是阈值的体感。这个店这小门脸是个专门卖四驱车和配件的，但是我从来，因为我都是早晨路过这儿，特想白天来看看。同时一位小伙伴也相关的问题，就是半马用什么配速跑？是10公里的配速吗？还是再慢一点？还是说什么？其实您也看我的2场半马比赛的录像了，半马想跑出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，说白了就是阈值配速，允许最后几公里掉一点点。我要是想 PB， 就是3分39的平均配速，要比3分39还得快一点。我现在的阈值能力基本上就是3分37，
状态好一点的话，3分36，可能没有3分36，也就是3分37。所以半马太难了，跑完了想死。就是昨天那种跑步训练，坚持21公里，你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缓和，就半马最好不要到最后跑不动。您可能在15公里的时候，比方说在15公里的时候，您达到了自己的目标，一般可能会快一点，快个10几秒。你在未来的2公里可以稍微的，就是像我们说起承转合嘛，稍微的转一点，就是慢个2秒到3秒，然后再冲起来。当然，您要是能不慢，最好不要故意的慢。但是经验告诉我，如果您前面15公里都是卡在您的阈值配速，或者说您的半马能跑的 PB 的配速，那15、16公里您肯定是要调整一下的，不管您用什么办法。调整心态也行，调整呼吸也行。心态这个事儿就是自己摸索。我想的是后天，因为明天我休息嘛，后天咱们聊聊心态的事儿。马拉松补水是2.5公里轮流嘛，就是第一个5公里喝饮料，然后7.5喝水，10喝饮料。不是的，这个太频繁了。您这一场下来，您肚子都胀了，不能喝这么多。一般就是5公里补第一个饮料，然后7.5公里就不喝了。如果天气凉，像北京，您甚至可以到12.5再喝水。而且我发现从又恢复比赛之后，好像包括这边的比赛也是，就是每个水站都是有饮料喝水的，也可能是我有错觉，能喝饮料就不喝水。真的，您相信我，能喝饮料就不喝水，你最后都是肚子不够使，你没那么大空间，但是你还想要那么多东西。这个想要不一定是身体的，有的时候是心理的，你就想喝水。之后就可以15公里补饮料，20补饮料，然后25之后您可以考虑每隔一个2.5就隔过去一个，然后喝一个，因为可能会比较艰难。到那时候喝水是一个心理的阶段，就这个阶段过去了，你会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个阶段，也挺好的。因为小伙伴说，比赛前10天、前2周跑得还不错，然后前10天感冒发烧了，然后好了以后又顺利的破3，状态还不错，恭喜您！就是这样，你看我现在身体特难受，但是你得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，你沮丧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行就行，不行就当玩一次，反正现在比赛多的是，而且现在比赛我发现，国内的比赛现在是一个契机，就是给跑得差不多的小伙伴很多直通的机会。比方说厦门，好像我这个年龄段315就能直通男子，那不客气的说，那可能给抽签的名额就不多了。你们听我说话，这个声音还是有影响，还是有影响。像日本这边，你们听我视频里都是什么什么先生，他们也这么说话，那是直接翻译过来是先生，就是当然了，肯定是尊称、尊敬的对方的意思，但是也不能完全理解为在我们中文语境下都是什么什么先生，它是一种语言的习惯，每种语言都不一样。但是确实这边的讲话会相对的更客气一些，这个就像我老说的，小伙伴们多四处看看，看看哪儿好，看看哪儿不好，看看不一样的
东西，对吧？然后是比赛不带手机怎么办呀？存包不放心，这真的没办法。像北马我有办法，就是您找家人跟着您去，在入口那儿，一般是这样：第一道口先看泡沫牌，看完以后让你进去；第二口看手机，对吧？你第二口你就找准一个口，你跟那工作人员说：“我给您看，看完呢，我把手机再回去给我家人，我还从您这儿进。”我有2次都是这样，这是最稳妥的办法，要不然就存了。就手机这东西，就是如果您有原包装盒，原包装盒收纳存是最安全的，因为它那经过长距离运输都没事儿，说明那个盒设计的是安全可靠的。如果没有呢，我就存一个带拉锁的兜的衣服或者裤子，把手机套一个防水袋，就食品袋，有封口的，搁裤子兜里，再把拉锁拉上，再把裤子一卷，然后外边再弄件皮肤衣给它包上一系，对吧？问题不大。然后最后就是有小伙伴给我发私信，说我是不是其实就跟我说的年龄不一样，看我最大心率是这样。小伙伴们，我不是一个专职做自媒体的营销者，我就是一分享者。我最多就是有了私生活的事儿，我不跟大家说，但是我从来不骗大家，是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也不营造一些东西。我是1985年出生的，公历1985年。那这边有时候填表要写他们这儿的年，就是昭和60年，特别有意思。所以现在有时候在外边看餐厅，创业于昭和多少年，我就拿我生日换算，我知道他多少年了，看去吃还是不去吃。最大心率我在算是实验室吧，测出来是189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因为这东西就是极限，这东西你不一定每测的很准，因为一次就准那不可能啊。所以你们看，有时候比赛中心率会冲到特别高，但是我那时候体感也还行，并没有很难受。哎，这边这条街就特别有意思。我的右手这片区域的中心就是通天阁那个塔，这儿有好多放映厅什么的。大阪一到这边就相对的旧一些了，所以大家来玩还是推荐大家住在新斋桥附近或者大阪站附近，就是梅田那儿。如果您住在新大阪呢，就稍微有些远，离各种的景点。我觉得梅田附近或者是新斋桥或者是本町附近都是比较合适的，离哪儿都不远。如果您是北京、上海来的小伙伴，来到这儿觉得城市特别小，去哪儿走着都行，恨不得。你看我这已经到通天阁了，才4公里多，而且我还绕了好多路。要是直线走过来的话，就3公里多离我家。你看通天阁，然后我家离新斋桥1公里，离大阪城公园3公里不到。我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，我今天有点没精神，小伙伴们，抱歉啊。行吧，我简单跑2圈我也回去了。今天休息半天，明天休息1天，我估计我就好了。加油干，加油干啊！今天把手套都戴上了，看。我爱西马，无锡这特逗，比赛前给半只，啊，给一只，比赛后再给1只。左边这就是啊天王寺公园动物园，看着很老旧的样子啊。然后这一片这里头那天早上天不亮的时候跑过了，围绕着通天阁这一片商圈跟我吃饭的。你们看这种只要贩卖机开始卖酒和烟了，这一片就相对的没有那么，就相对带引号的落后了。
因为这边其实按法律说，跟美国一样，买酒是要看 ID 看证件的。哎，10月26号星期四清晨6点50，晨跑结束啊。今天不说训练了，今天就晨跑，10公里就跑了10公里，没有一直那么慢，最后几公里都在4分多。最后的平均配速是5分08，心率135，功率191，步频194。今天就是随意，先是轻松跑热热身，刚开始跑的时候这后背的肌肉特别疼，但是呢一热起来一出汗，出了一身的汗，感觉舒服多了。今天再歇一天看看，现在已经就怎么说呢，就感觉是那种重感冒刚好的那个身体状态。行吧，今天礼拜4，然后周末调整一下，周6不出意外，如果我没事儿的话，可能小伙伴们还是跑15公里，我可能还是大阪城跟一下，周6是我第一个训练日。然后最近也收到了一些冬季的就是衣服啊等等的这些的评测邀请，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分享冬季穿衣服，因为我冬天也是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这个强度，同样的距离去晨跑。北京的冬天是挺冷的，我每一个冬天都是在北京，只有一个夏天是在新加坡，在这边还没有过冬天，很快要过，正好也再试一试。这边的天气就是湿度比较大，像现在不戴手套跑的话，跑完手上是一层雾气，然后那种阴冷的。去年手冻伤了，这人生第一次冻伤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这周末下周末应该都有各种的比赛，千万别受伤。生病这事儿呢由不得自己，但是尽量的做好防护。我那时候的小窍门就是尽量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，然后因为我跑步通勤嘛，那时候上班也能不坐公共交通我就不坐，尽量坐公共交通。那时候我就戴个口罩，那时候是有点过分的激进对这些事儿，现在看得淡多了，现在确实看得淡多了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。身体这事儿呢，如果您不幸像我一样有点不舒服，就自己衡量自己评估，千万别跟自己对着干。就是人是要适当的跟自己对着干的，跑步这事儿不就是吗？你只有对着干才能进步，但是呢你不能硬干，是不是？激进不冒进嘛。不过这2个月因为各种的忙碌加上比赛，跑量较我以前来说有点少。下月5号那场马拉松我就正式进入冬训了，就从下一个周的周一吧。这个冬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跑量往回找，因为从上一个冬天跑量就下降了，因为种种原因吧。然后今年在这边一开始也有不适应，加上比赛变多，这2个月更是跑量下降的比较厉害。这个冬训是我的目标是适应住这一年积攒下来的强度课的能力，就是强度不减，然后呢把跑量往起加，就是多增加一些轻松或者有氧跑，就学老哥的那个节奏，尽量减少主动的那种就全休，然后增加一些慢跑的恢复，这样把跑量往起堆一堆。跑量有的时候并不一定真的能帮我提高多少，而是帮我的信心提高多少。因为这2个月跑量下降，信心确实是有些不足，这个人之常情，是不是？行吧，那今天就这么着。今天抱歉各位了，评论回的不多，回头我文字的跟大家聊好吗？那我们加油干，下个训练日见。